女子香，泪断剑念情多长，有多痛无自想，忘了你。风随风荡，谁去想是情郎？最后成了战场，千军万马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谁敢闯？亡命生命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烟一笔，谁最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世上。魏庄手下还有一支黑暗中的部队，称为逆流沙。那林爱呢？也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你快点回去报告敌情！不好了，大铁锤遇到敌人了，他带去的2个兄弟已经牺牲了一个，剩下一个逃回来报信，也伤得不轻。看来这片密林将是大铁锤的葬身之地。你喜欢简单的，我就给你简单的。他中了我的水寒剑，阴气已经侵入到他的血脉中，再加上你的白血，就算不死，也伤得不轻。这个是墨家的机关兽。巨型机关蛇，家族的霸道机关术与墨家的飞弓机关术斗了100年，不知这一次他们派谁过来？什么人？1个时辰内，什么见？这个字应该是面，哎，见面。少宇。哎呀，原来是少宇这个家伙，有话不好好说，写什么字条啊？惨了，这3个字我不认识啊！1个时辰内到哪里见面呢？哎，这家伙算他能认些文字，没事就爱卖弄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呀，我好像连异国文字都认不太全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就是那个孩子。是的，他像不像？虽然年纪还小，但是感觉和大哥年轻时很像，也是热血冲动。
动手的速度比动脑要快很多。是吗？那可真是。一转眼10年过去了，大哥他的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。别再想了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大哥的心愿，我们一定会为他实现的。完成这件事，我们就退出江湖，再也不管世间的纷扰。这里让人伤心的回忆太多了。嗯？是你啊？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一步啦。喂，你怎么像鬼魂一样，一点声音都没有啊？你左手暗算别人，就剁掉你的左手；右手暗算，就剁掉你的右手。心里想坏点子的话，就把你的心挖出来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难道要2个打我1个，以多欺少啊？告诉你，我可是不怕的。我跟聂大叔学过剑法，你们把我逼急了，我可是不客气的。我叫高渐离，平时兄弟们都叫我小高。你就是那个小高？不错，就是我。这就是那把水寒剑。你与聂大叔有什么仇？为什么班老头、道直他们都不希望你们碰面？你管他叫聂大叔？是啊，我一直都是这么叫的。你的父亲不会喜欢你这么叫的。你认识我的爸爸？是的，他是我最敬重的人。他现在在哪里啊？他是不是也在找我？就像我一直在找他一样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快回答我呀！他到底在哪里呀？你们为什么不回答我？说呀！快说呀！说呀！报告，什么事？有紧急情况，端木头领通知2位头领快去碰面。走吧。你们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，怎么回事啊？还是先去找少羽这家伙吧。大师的情况如何？被人从背后偷袭，击中后脑，受的是外伤，但并不是要害，还不至于危及生命。想不到机关城内已经有敌人渗透进来。除了大师以外，我得到报告，还有一位今天当值巡逻的弟兄也失踪了，至今没有找到。大师是在哪里受到偷袭的？在机关密室的通道里，可能当时班大师正打算去密室，被人跟踪了。机关密室，存放机关城设计图纸的重地。机关密室的钥匙。
看，你这小子还不错嘛，居然被你猜到了。哼，算你认识几个字，就爱卖弄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人家月儿能看懂7国文字，比你厉害多了。不靠月姑娘，估计你想破脑袋也找不到这里。你胡说，我自然有办法找到。你才胡说，就凭你，大字不认识几个。你们两个还真是的，一见面就吵。徐夫子最讨厌别人到他的练剑池了，要是被他看见你们呢，有的一顿臭骂了。有月姑娘在，他想骂也骂不出吧？好啊，你们拿我当挡箭牌？天明把你拉出来的，可不关我的事啊。月儿，我可不是存心的。月儿，你知道天明认识的字少，写字条给他，他看不懂，肯定第一个想到要来找我问，那不就把我也带来了，是不是？我这点小计谋全被你看破了，月姑娘，还是你厉害。好啊，你这家伙。别急，不过来赴我少羽的约会，你们是绝对不会后悔的。哼，我已经开始后悔了。行，算我不好，行了吧？我很后悔，我后悔。要是再蒙着眼睛，你一定会真的后悔的。又骗我，我才相信呢。这么多剑啊！作为学武之人，这里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的地方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进过这扇石门，想不到里面居然是这样的。怎么样，我的主意还不错吧？哼，我还是后悔。我知道你心里佩服，嘴上不承认。大哥，我是不会和你计较的。你们看，水里也有好多剑啊。这些好像是没有完成的，还有铸造损坏的。看来要铸成一把名剑，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失败。聂大叔跟我说过，10年磨一剑，我总算明白是什么道理了。我很早就听说墨家祖师爷是世上罕见的能工巧匠，而徐家是墨门最优秀的铸剑世家，连续100年不断精研铸剑术，很多名震天下的宝剑都是出自徐家之手。听蓉姐姐说，徐夫子的父母都是非常厉害的铸剑师。聂大叔的渊红不就是徐夫子的妈妈打造出来的吗？不知道徐夫子的爸爸造的是什么剑啊？也是很有名的，你们应该都听说过。叫什么？砂齿。没听说过。妖剑砂齿，那不是？没错，就是魏庄这个大坏蛋的佩剑。怎么回事啊？徐夫子爸妈造的2把剑，居然是成为了敌对的2把剑。的确有这样的说法，和剑客一样，剑也有自己的命运，两者原本就是紧密相连的。真有趣，像弹琴的声音一样好听。到了夜里，这些剑应该会像满天星星一样好看。徐老头还真会找乐子啊！你以为这是为了好玩啊？那是为了什么？我虽然不懂铸剑，但是我听我父亲军队里的一些工匠说过，一柄好的剑，是依靠炉火、材料、水质、锤炼手法，甚至与天气都有关联。除了剑刃锋利之外，还要通过它碰撞发出的声音、剑身的光泽，来判断它在铸造过程中是否进入了最佳状态。听得我头都晕了，可见你又在吹牛。少羽说的是真的，我父王以前也是喜欢收藏名剑，他召集了很多能工巧匠为他铸剑。我小的时候也曾经听他们说过同样的话。缺少以上说的任何一个条件，最后练出的都可能只是一把普通的剑，而不是能够进入剑谱的名剑。剑谱那是什么东西？不懂了吧？那是我们楚国最有名的相剑师风胡子评鉴各种宝剑，然后为他们排出名次。例如排名第6位的雪霁，在道家原先一直是历代掌门人的信物，
自从他们分立门派后，就被各派轮流供奉。排名第3位的叫做太阿，现在是儒家高手福念先生的佩剑。每把剑都有一个很长的故事。墨家高渐离前辈的水寒剑在剑谱上排名第7，易大叔的渊红排名第2。嘿嘿嘿，还是大叔厉害。那排名第1的剑是什么？排名第1的是来自我们楚国的剑，叫做天问。天问，听起来很耳熟，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别吹了，怎么可能？连我这个楚国人都没有见过。月姑娘，你有没有见过？只听小高、玄女姐姐他们谈到过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。我好像是见过。你就吹吧，反正我是不信的。我真的见过。我不信。我真的见过。天明，你肯定搞错了。你知道这把剑现在哪里吗？咸阳宫。啊！你说的没错，是在咸阳宫。你怎么会知道咸阳宫呢？咸阳宫是什么地方？你都说你看过天问，也说得出咸阳宫，怎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？天明，你怎么了？咸阳宫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天明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咸阳宫就是嬴政这个家伙的宫殿，天下谁人不知？依你看，这是不是机关城的部署设计图轴？绝对是的。你这么肯定？墨家与我们公叔家族都钻研机关术，虽然目标不一样，但是原理却有诸多共通之处。自从300年前两派分道扬镳，成水火不共之势，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各自发展了独门技术。哦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，他们的变化逃不出我的眼睛。我只有一个疑问。什么疑问？从图纸来看，墨家机关城防御设计可谓环环相扣，精妙绝伦。外人想要渗透，真的比登天还难呢。我不明白魏庄大人究竟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得到这份图纸。我有一个手下，天底下恐怕还没有他渗透不进的防御。魏庄大人的杀手团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月姑娘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天明的体内似乎是中了一种阴阳咒印。什么？而且看起来，在他体内潜伏的时间相当长，一旦发作，人就会陷入昏迷或者失控状态。这可怎么办？要如何医治？蓉姐姐曾经教导过我，运用真气克制体内毒性的治疗方法。哦。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。哦。啊，这能行吗？我想试一试，需要你的帮助。好，没问题。你把天明扶起来，坐好。